哎，亲爱的朋友们，我刚被我奶奶气出来了，就因为我穿的是薄毛裤，不是大棉裤。我发现吧，这东北的中老年妇女们有几个共同特点：做饭有点咸，跳舞有点虎，爱吹年轻的自己有多俊，爱唠过去的日子有多苦，都觉得孙子能当官，都埋汰老头是250，喜欢往空调上套真金，喜欢把后代往死捂。有没有同感？就是王思武，尤其是我现在是孕妇嘛，他们认为我应该比王思武再多捂一层，就连停车场的老太太追着我喊：“啊，你揣着个子儿，你还不多捂着点儿？”东北大妈捂人的这个能力哈，那真是出圈了。就不光是给我能捂疯，给我来自就冰雪奇缘加拿大国度的大胖媳妇也给捂疯过。你看我老公虽然生长在加拿大哈，但是他从来没穿过毛裤。你们可能也听说过，外国人他不穿毛裤，自己这个腿毛呢，反正就自带毛裤腿的。那不管男女，一个个那小毛长得可峥嵘了，那一打高光，一个个都带须边的。我大胖媳妇那腿那不就夹缝好几个纹子吗？所以她可能就是不冷。完，她来铁岭那回穿的是还是做旧版，就是带破口毛边的那种牛仔裤，就是装温哥华杀马特嘛。完，结果睡着的时候，让我姥给那裤全给缝上了。那我姥针线活细，那不光是给你缝好了，毛边都一剪一剪的给你剪掉的。他们是真受过冻，他瞅谁他都冷。赶上我这加拿大的婆婆呢，那是另外一个极端。我婆婆不管一年四季从来不穿长裤的，那冬天有可能上边穿个冲锋衣，底下也是小裤衩，而且这造型完全有可能是刚生完孩子。而且我这次怀孕不是就是胃口不是很好嘛，她还告诉我说的，怀孕期间如果胃口不好就吃冰淇淋，这里边这个奶制品、碳水化合物都有了，还能缓解反胃。我一寻思，怪不得你这仨孩子一个个长得漂白稀宣，都跟中间大果似的。产生矛盾分歧的不光是这个孕妇，就是这个揣崽这个该捂还是该冻的问题。这个小幼崽他生病的时候该捂还是该冻也发生分歧。当年翟耀达1岁多吧，好像是在加拿大发烧了，他奶就遵循物理降温嘛，给孩子衣服都脱了，大冬天的放小筐里，搁门口一撂，就物理降温去了嘛，像卖烤地瓜似的。当时给我气完了。完我婆婆说，我老公小时候发烧也是这么处理的，所以你看我大胖媳妇没，那心眼儿嫩大窟窿，精卫都填不上，小时候冻的。后来我一寻思，其实这事儿如果要是给我奶处理，也不一定好到哪儿去。她的思路肯定就是孩子一放热炕头，底下直接点石油，然后再给孩子捂上3层被发汗。我小时候不就3、9天让我奶给捂出大痱子来了吗？所以他俩都极端，一个在冰雪中给孩子解山，一个在烈火中拿孩子炼丹。所以说，说实话吧，我感觉这些老人总结出来的什么江湖之道、经验之谈，听听也就罢了，没有什么依据。你就比如说我奶说，这个孕妇老看啥，孩子就像啥。所以当时我妈为了这事儿怀我的时候，就看8、7版《红楼梦》嘛，大美人多嘛。结果那我不还是照《西游记》长的吗？这不明天又年夜饭了吗？我瞅大伙琢磨这菜都挺硬，但明天肯定又一场厮杀，因为在他们心中，我一个人得吃2个人的饭，就得吃成我大胖媳妇那造型的才对呢。但是吧，你发现没？就是怀孕、生孩子、养孩子这类的事儿，谁告诉你的都是他自己的那些经验，你根本问不出来个对与错，还是得相信科学。所以我怀了2胎以后，就下载了妈妈网孕育 APP， 里边有专业的孕育知识，一键查询，立刻答疑。你比如说上次我怀孕的时候，不是被查出有妊娠糖尿病吗？然后医生就说这一胎要做到严格控糖。但你说这马上过年了，马上上桌之前，我也没有那时间给医生打电话或者上网搜能吃啥不能吃啥。用妈妈网孕育 APP 一查就知道了吗？怀孕育儿就用妈妈网孕育，还瞅呢？赶紧下一个呗！知识的力量打败一切。哎，你说这外国爸爸会带孩子不？这不最近我回国了吗？很多人问我，彩玲这外国爹带孩子你能放心吗？咱说实话啊，我这大胖媳妇作为一个胖子，她不是个好胖子，但是作为一个媳妇儿，她是个好媳妇儿。作为孩子爹呢，我对他的爹格很知足。但是从养孩子的观念上呢，俺俩还是有这个中西家长育儿观上边的差异的。比如说啥呢？比如说他从来不会给孩子盖被。你是不是想说当爸的心都粗？哎，我刚开始也这么想的。后来去加拿大，发现我婆婆也这样。再后来，我发现我身边所有的父母，就我自己晚上起来给孩子盖被。有一次我去婆婆家嘛，我婆婆让孩子跟她一屋住。早上起来我上楼去看，她自己搁那夸夸给自己美甲呢，那家差点窜出火星子那家伙。孩子亮个小白肚，被全踹下去了。我就赶紧给盖上，我说这么睡肯定得感冒啊。我婆婆呢非常不解，跟我说她如果冷她自己会处理的。我当时就有点想扇她，你知道不？我寻思孩子不到2岁，你咋不说她如果冷她应该自己给自己织条毛裤腿呢？但是我跟我身边任何一个外国人吐槽这个事儿的时候，他们的一致诊断结果都是我有焦虑症。就在他们之中就我这辈的人也好，我父母那辈的人也好，
就在孩子已经不再需要晚上你给他喂夜奶了以后，就没有一个人想到过说半夜起来看看孩子踹没踹被这个事儿。我就问他，我说那孩子晚上要是踹被了，他不冷吗？他们的回答统一的逻辑是这样的：不喊的健身男，那就是你不够猛；不喝的老丈人，那就是你不会捧；不见的嘟嘟唇，那就是你不会整；不醒的踹被娃，那就是他不够冷。所以他们都这么认为，真冷了他就醒了。那我们大人也是需要休息的。咱再说孩子上学中午带饭这个事儿，如果要是我准备呢，我肯定是头一天晚上给他做出来，那咱整的得差不离儿，对不？如果要是我老公准备呢，那肯定是早晨就是准备上学手忙脚乱的时候，他随手霍吧出来一个什么玩意儿，基本上呢就是三明治、面包抹点沙拉酱，完夹片火腿，完了。就这个活哈，我还是那句话，咱说只要我妈的泰迪不喝醉，我姐的萨摩不心碎，我四舅爷的母猪不宫寒，我三爷姥的王八不崩溃，就这点活肯定能给你干出来，就是一点挑战性都没有的这么一道料理吧，就是。所以我就问我老公，我说你就不能说再多花点功夫，稍微上点心吗？人家的回答是：第一，那大伙中午都吃凉三明治，咱也不能说简单的美味它就是可耻的，对不？那你说你一天臭豆腐拌大米饭，你燥的直冒汗；老干妈下白面条，你香的直掉毛。咱也没看着说你臭豆腐上边非得点个鱼籽，你老干妈里边非得雪个鹅肝啊，对不？你那不也是简单的美味吗？第二，那我中午上班，我给我自己准备午饭，也就是简单夹个三明治，我也没有时间给我自己整复杂的。那孩子跟我一个待遇，这不是很正常吗？你还别说，国外这白人小孩还真都是吃凉三明治长大的。国外的家长呢，基本也都是像我老公这么想。你说我以前寻思是不是外国人他老人不帮带孩子，年轻的父母们太忙了？其实也不是。你像我婆婆是在她最小的孩子上初中以后，她才去工作的。但是我老公他几个也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自己早上起来夹好三明治带上学校。就是作为全职的家庭主妇，我婆婆也从来没觉得说自己有这个义务早晨早起来1个小时给孩子们做顿热乎的好饭。还有哈，你去国外的餐馆看他们点菜，那可能爸爸妈妈点了一瓶好的红酒，然后俩人可能整个惠灵顿牛排啥的，那孩子的菜单上就是土豆泥、薯条、焗马铃薯，反正就跟土豆较劲。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就孩子的味蕾他又不会享受高端食材，为什么要浪费钱？我有个朋友，他以前是给这个有钱人做旅行定制的，他跟我说他这些客户就这些英国有钱人呗，大多数全家旅行的时候，夫妻坐头等舱，后边跟一帮孩子全坐经济舱，理由也是一样，他们又不懂得怎么享受头等舱，领他们度假他们已经很幸运了。完经济舱呢也有这种情况的，就是孩子小嘛，没有座嘛，父母在座上那俩睡的四仰八叉的，给孩子放地上了，在地上睡，反正飞机上这个地呢也不算凉。但让我妈看着了，那给我妈气的，就差点上那管人小两口要孩子，要给人领养着。我呢，先来试试水，看看这个话题你爱不爱听。你要是爱听呢，我就再跟你深度唠扯我婆婆她家更极端的育儿观。哎，对了，忘告诉你了，我隔离结束了，我出来了。哎，这屋什么味儿啊？自由。